我们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的方面全面超过了美国，甚至形成了压制之势。那么这种优势，我们是不是能长期的保持下去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最近英国路透社发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消息，他说这个美国国防情报局这个首席科学家弗莱士莱尔呢，他最近说了这么一段话他是在美国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上提出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中国在这个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超过了俄罗斯，更超过了美国这个基本上已经对美国形成了一种压制的事态。他其中提到了几点这第一呢，说这个中国多年前呢，它是另辟蹊径它这个从资金、从技术集中到了高超音武器的这个领域，用20年的时间大大的拉开了和美国的差距中国现在已经具备21个专门的风洞，能够测试12马赫的这个高速飞行器，专门用于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在这方面，中国的理论研究已经领先了美国。第二一个呢，中国不但在理论研究方面是领先美国，而且工程这个转化进度也非常的快而且呢这个生产速度也比较的快，开始大量的部署了，而且已经可以进入实战的状态。第三呢，反过来他说我们美国在这方面我们是拉垮了，我们是落后了。你看咱们现在尽管有不同的高超音速武器的项目吧，但是现在真正能拿得出手，10年又可以获得成功的，也就是这个空军这边的 AGM-183A 但是呢这个无论从速度还是这个打击的准确度，特别是在载荷方面那是远远不够的，载荷量也太小了而且现在呢也没有进行全面的部署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呢，美国已经被中国甩在了后面，中国是压着美国在往前走的。咱们说，听听他这一段话弗莱士莱尔呢，他不是搞舆论方面的一个人，他主要还是从这个技术的角度，从这个地方进行分析。虽然说这些话里边他有夸大之处但是呢，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一个事实。因此呢，他说的一些东西呢，还真是可信的。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呢，它在传统领域以前的在传统的这个武器装备方面，那确实太强大了，你真是没法追它。因此呢，他就会忽略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东西没有必要。你比如说，你看美国美国的反舰武器和反舰手段它一直是不如这个俄罗斯，不如这个以前那个苏联的。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海军太强大了，是吧？大家都是琢磨怎么打美国的航母，怎么打美国的军舰。从来美国也没有考虑到我还打谁的航母，打谁的军舰吗？他不考虑这个。但是当这个发展一旦出现这种别人的发展更强的时候，美国就面临这么一个尴尬这么一个局面了。所以呢，他要这个集中优势来补上这么自己的短板，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开始补他自己的短板了。那从另外一面我们来看其实美国呢，它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究方面呢，它的技术储备也是非常强的，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是很强的。而且美国至今呢，虽说它去这个产业化、去这个工业化能力搞的是很厉害，也在有些领域很严重，但是在军工领域它的产业能力还是很强的，工程转化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所以综合这几点，美国如果掉过头来，它真的把自己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战争能力要动员起来来搞的话那确实它会在这个短板方面迅速的去补齐这个短板。这一点上来讲不要去忽视美国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走了这么多年了至于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弗莱士莱尔他所说的这一套东西到底是说的是真是假，我们不说，但是他指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是搞了20来年，这个应该是一个真的因为没有这么一个过程，也看不到今天的这些成果那么我们肯定也是在这方面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应用技术的研究，以及这个工程转化和制造方面，那已经是形成了很强的一个体系了。这一点也不是你美国一下就能转过来的，而且呢，关于一旦有了这个基础之后，那肯定要对它的
高超音速武器的具体应用，以及它的这种作战的方式、对战术和战争模式都要进行一些研究和尝试。这个呢，不是说你美国想追就能一下能追得上的，这都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在这方面来看啊，中美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一定会彼此越咬越紧。这回啊，倒还真有点美国摸着中国过河的那么一点意思了。